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生了儿子却没有抚养权，36岁的赵丽颖早已走上了另一条大道。我问过赵丽颖很多次，你到底是喜欢我才和我结婚，还是只是找人生个孩子？这是冯绍峰在婚后1年，孩子仅7个月时，公然在屏幕上发出的疑问。这次的节目一放出，所有观众的直观感受就是俩人必离婚。果不其然，在他们俩的儿子刚过了2岁生日，冯绍峰和赵丽颖就双官宣离婚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被钻戒附生子的赵丽颖却放弃掉了儿子的抚养权，转而成为了拼事业的第2个杨幂。如果奔着真爱而去，难道结婚仅2年就不爱了？如果奔着冯绍峰父母的20亿资产去，现在离婚图什么？一个是常年被传言美空外围女出身的狠人赵丽颖，一个是天天绯闻不断，被传出轨女网红的花花公子冯绍峰。这2个人究竟为何走到一起，又为何突然分开？其实，冯绍峰和赵丽颖之间的婚姻，纯的就是一场披着华丽外表的骗局。早在赵丽颖离婚之前，有不少娱乐记者就爆料，其婚变的主要原因是门第之见。据赵丽颖本人所说，自己祖上3辈务农，到了父母这辈，2口子虽然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了，工作上也是不尽人意，薪资微薄。由于夫妻俩工作不稳定，时间上也比较吃紧，所以赵丽颖自小就跟着乡下的爷爷奶奶生活。而那边大赵丽颖9岁的阔少爷冯绍峰却过上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。早在冯绍峰出生之前，冯父的手底下就有着4家大型公司，地址遍布上海、广州、杭州等地。冯绍峰的妈妈虽然在家相夫教子的不露面，其娘家也算是业内有名的大户，夫妻俩也算是商业联姻的典范。所以冯绍峰自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我每天都要练上3个小时的小提琴，我们一家定期要去看话剧表演。就是因为冯绍峰的文艺气质太过浓郁，所以上到高中后，他放弃了报考工商管理专业的学校，反而打起了进入娱乐圈的主意。而那边才上了小学的赵丽颖，逐渐感受到了人生的参差。由于赵丽颖从来没有上过学前班，进入小学后，她的学习就很是吃力，门都得考上班级的倒数。不过那个时候赵丽颖也有着一个很大的优势，那就是长相漂亮，最起码这圆圆的小脸和大的眼睛还是比较符合审美。所以赵丽颖中专过后选择的就是空乘专业。可惜等到中专毕业后，赵丽颖没凑齐前去航空公司面试的培训费用，加之那个时候家里的父亲突发重病，为了能够做全家的支撑，赵丽颖选择留在本地打工赚钱，端个盘子，卖个酒，去做销售工作。直到举办选秀大会，19岁的赵丽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，并如愿进入了华艺。可惜由于当时的华艺处于快速膨胀期，像最著名的4弹双冰，外加黄晓明这种的明星都纷纷加入，赵丽颖这一众新人自然是排不上号了。不过赵丽颖不认命，没人扶持，那她就自行去打酱油。5年时间内，赵丽颖都在跑龙套，而就在这个龙套过程中，她又多次目睹冯绍峰和女主角情意绵绵。这个画面可以说是很狗血了。冯绍峰拍摄《岁月风云》就开始狂追胡杏儿，结果胡杏儿硬是对黄宗泽念不忘，冯绍峰被逼出局了。第2年，冯绍峰和安以轩又遇见了同样的事，安以轩苦恋李承铉，冯绍峰再次沦为局外人。这个时候跑龙套的赵丽颖和失恋的冯绍峰相遇了。索清秋的出现，丫鬟赵丽颖终于看到冯绍峰谈情说爱了。
这部《锁清秋》也是安以轩作为女一的，冯绍峰再度和安以轩藕断丝连，甚至当着剧组人员的面拉拉扯扯的。赵丽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位浪子就是后来自己孩子的爸爸。从《锁清秋》出来后，冯绍峰又跑到宫里和杨幂打情骂俏了。冯绍峰甚至公然求爱，可惜杨幂无动于衷，甚至连冯绍峰上节目认爱，转头杨幂就和刘恺威领了证，冯绍峰因此哑巴了一段时间，而赵丽颖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因为当时有业内知名经纪人评判她为丫鬟专业户，赵丽颖的脸太圆了，下巴还短，这样只能演丫鬟。这位经纪人本来是想鞭策赵丽颖，然后再把这个苗子牵到旗下，不料赵丽颖却很有志气。如果说圆脸不能演好戏，尖脸就能演好戏，大家就不用学习研究了，直接削一刀，那样是最快。可就是因为赵丽颖的大女主发言，才吸引到一位叫贺如的人注意。我就喜欢有个性、敢于拼搏的女生。贺如是华裔里有名的经纪人，他一手托举起了赵丽颖的戏路，但也在对方埋下了一个不小的定时炸弹。这个炸弹直到《陆贞传奇》时才被点燃了。首先是一位叫蜡笔小球的网友直接开撕赵丽颖，怎么不是你赚小费的时候了？美空的情格格，在这给大家普及一家美空。早年美空的定位是专业的模特网站，可是后来发展成了表面找礼仪小姐，私下做皮肉生意的特殊网站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那时候的赵丽颖还和贺如分道扬镳了，贺如也发了不少聊天记录爆料她不想再干那事了，哭得很可怜。之后赵丽颖还上了节目，因喝水姿势不雅被黑。总而言之，千丝万缕的信息总是和外围相连。再其他的就是踩男友上位，比如演新还珠的时候和同组演员高子琪你侬我侬，后来又和朱子骁演激情戏，最后和陈晓买通宝，炒热度。可以说《陆贞传奇》之后的2年内，赵丽颖都深陷丑闻中不可自拔。为了逆天转命，她开启了拼命三娘的连轴转模式。而那边的冯绍峰正在爱情的漩涡里不可自拔。这是冯绍峰第一次承认自己恋爱了。那时候在时装周大杀特杀的倪妮，被张艺谋看中并作为谋女郎出道，一部《金陵13钗》就勾去了冯绍峰的魂。倪妮搭上冯绍峰的肩膀，还连演了2部公费恋爱剧，一个是《我想和你好好的》，一个是《新娘大作战》。中间因为张艺谋和合伙人张伟平分赃不均闹矛盾，倪妮为了站队，直接丧失了公司的扶持。冯绍峰大笔一挥的帮女友成立工作室，还送了倪妮1栋上亿的豪宅。除此之外，冯绍峰还立下誓言，如果我俩分手了，名字就倒着喊。冯绍峰和倪妮谈了3年，2个人和平的官宣分手。据知情人透露，应该是倪妮甩的冯绍峰，因为冯绍峰的小女友林允曾多次模仿倪妮的一言一行，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反正这几个人的行为只能说是贵圈太乱，我不懂。在赵丽颖搞事业的这段时间，冯绍峰就在林允、郭碧婷、宋茜之间轮回转，直到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这部剧里，多情的冯绍峰又跑来追曾经的丫鬟赵丽颖了。其实这2个人的性格被业内人士一直津津乐道，多次和赵丽颖合作过的于正曾经说过，而冯绍峰自述自己是柔情男，也就是说这俩人的脾气是一个南极一个北极，你很难联想到他们在一起会适配。而且在知否之前，赵丽颖和冯绍峰宣传剧集的时候，女方从来没有过暧昧发言，最起码比起当年的杨幂是含蓄太多了。每次狗子拍到冯绍峰给赵丽颖庆生送礼物，赵丽颖方均采取这样的战术，不否认、不承认、不回应。直到知否播出后的年底，赵丽颖直接一个王炸打过去，官宣结婚。2个月后，
官宣怀孕。又过了2个月，孩子就生下来了。可以说这番操作是震惊了不少人，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生子，这是赶着什么样的时刻表才能在1年内完成啊？而且在生完孩子后，男女方对于是否办婚礼仪式都纷纷三缄其口，所以就有人怀疑是不是冯绍峰的妈妈嫌弃儿媳妇。这次的领证，与其说领儿媳妇进门，不如说是迎孙子进门。除此之外，也有娱圈专业人士分析，赵丽颖可能就压根没出戏，2个人拍了《女儿国》，又接着拍《知否》，全是恋爱戏。就连聂远都曾经坦白过，你说陌生男女天天在一起拍爱情剧，一会动个手，一会动个脚，因戏生情是真的正常。后来根据冯绍峰在妻子产后半年的言论来看，还真是有点这么个意思。在节目上，冯绍峰是这样阐述2人感情的：我时常会感到疑惑，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啊？因为冯绍峰说自己经常容易精神崩溃，比如说一进家可能就哇哇大哭，而赵丽颖什么都不说，只等他哭完了，走过去说了句你去看看孩子吧。就是这样的理智派妻子，让冯绍峰常说我老婆太洒脱了，有的时候就让我产生了疑问，她真的喜欢我这种性格吗？除此之外，冯绍峰当少爷当惯了，他自述自己不仅没有事业心，而且家里的任何琐事他都不会处事，万事都得赵丽颖拿主意。按理说大女主性格的女人肯定都慕强，所以赵丽颖找了如此软弱多情的冯绍峰，是让大家对2人感情怀疑的首要原因。但是也有人指出，万一赵丽颖是奔着公婆的才是而去的呢？可惜就在这猜测的功夫里，赵丽颖离婚的速度和结婚的速度不相上下，我们和平结束婚姻关系，谢谢大家。这时候儿子才刚过了2岁生日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非离不可了？在此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离婚版本。第一是冯绍峰出轨，他自己也是公然承认容易喜欢别人，所以在冯绍峰婚后，就有人爆料男方出轨了。他特别爱自由，结了婚太难受了，无法把持住底线啊。而赵丽颖这种柔不得杀的脾气，在遇见老公出轨后，离婚的行为也就不让人惊奇了。第二就是性格差异，在婚后赵丽颖的动态暗戳戳的透露着自己对另一半的不满，过不下去就不要过了，我喜欢自律自强。那很明显，冯绍峰可完全不是这样的人。第三就是门第之见了，冯绍峰的妈妈一是看不起赵丽颖的背景，其二就是觉得儿媳妇野心大，因为自己就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，所以他认为儿媳妇就该跟自己一样。这点从张嘉倪和富二代买超的婚姻也能看出来，孩子都生了俩，婚礼硬是不办。买超的妈妈可是公然阴阳儿媳妇家世不行啊。反正不论是哪种原因，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短暂婚姻还是这样走到了尽头。离婚后的赵丽颖再次变身大女主，直接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，转而在娱乐圈再掀风浪，幸福到万家，风吹半夏让其跻身为85后演技派，其咖位猛甩杨幂一大截。冯绍峰这几年虽然也成了高产人士，可其每出现都是疲态尽显，十分浮肿，完全可以看出了他别样的悔恨。